我一直觉得把一些二次元风格或者形象进行3D 化的设计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经过重新设计和加工之后，往往能出现很多有趣的或者说新奇的点子。乐子视角，请二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毛开奇。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款比较特殊的产品啊，由 Artisan 出品的机械机。盒子拿在手中还是比较小巧的啊。外包这个材料呢，也和他们家其他的交换产品一样，用了比较厚的那种纸壳。颜色和风格呢，也是和之前的产品相似，有点迷幻的那种深色啊，做了个底。前方有个很漂亮的峰会，从中心向外散发的一个波纹。里面还有一个封套。拿出这个人物主体的部分啊，咱们直接先看大家最关注的，也是讨论度比较高的这个头雕面雕的一个表现。个人觉得这个造型其实是一个比较锐利或者说锋利的一种长相啊，我觉得可以用锋利去形容。棱角很鲜明，在创作的这个过程中呢，选择了一个我觉得是个比较大胆的形式，凸显它那种人造凶狠干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有这种考量的。面部的这个五官非常的立体，而且有很鲜明的一些特征，比如说这个眉毛眉眼这个部分高挑起来，并且是那种淡色的眉毛，似有若无那种感觉。眼睛这个部分做了比较细致的刻画因为这次也是用了可动眼，除了能够调节以外呢，就是眼球有单独的一个体现，尤其是瞳孔呈现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啊。一方面它同色递进的感觉里面很通透，就是在大倍率的这个镜头下呢，也会有一个不错的光感。再一个呢，眼白的部分啊，刻画不错，因为很多类似的可动眼产品呢，在这种眼白、眼角的地方会把这个血丝做得过重，正常视觉效果上还好啊，但是拍摄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明显。这款的话做的还是比较保守和自然的。调整可动眼的时候，直接把这个头向上一拔啊，它其实是一个磁吸的连接啊，附带了一个专门的扳手，调的时候要耐心一点，找一个好的角度。我其实自己觉得还是斜视一点更好看，配合它这个不对称这个发型啊，或者感觉就是一扭头动起来那种效果，这个我觉得更加自然一点。整体还是很欧美很立体的五官啊，尤其这个鼻子很高挑。比较尖吧，对，比较尖锐，也是比较立体尖锐啊，或者说锋利那种。嘴唇的刻画也是细节的程度把握的很好，这个涂装做的实话实说还是很不错的，包括唇线呢，还有唇妆这种有点水润的，这点都是不错的。头发这部分相较于最初公布的时候会更多了一些立体动态的感觉吧，像是扭头啊摆头的一个瞬间那种。发尾部分也会做出单独的几根，整体呢用了一个淡金色，实际对着这个光源去看的话，它这个涂装还有一些珠光的那种感觉啊，就亮亮的，动手捏上去的话就是一个软胶，在这种材质下，这个精度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当然因为本身这个发型的缘故啊，就是这个大的一个分头吧，长发这一边的话，我个人觉得会更好。对，这边看的话，就穿帮会多一些。对，要有脖子。对。然后最好的观感还是侧一点或者正面去看。整体这个头雕还是像我说的啊，它的这个风格化很强，不是做了一个可能更稳妥的那种设计，而是自己抓了一些特征，在这种二次元转3D 的一个设计下，进行了进一步的放大。也因为它这种很风格化的处理啊，我觉得可能喜欢和不喜欢的都会有。对。然后呢，就是整体的体型啊，以及服装的一个效果。首先身材上，它里面的话并不是一个包雕塑体，但是呢，整个这个形体的刻画还是很不错的，尤其这个腿部啊、膝盖呀、大腿、小腿的这种拟真的感觉很不错。黑丝裹住之后，效果就更加自然了。服装的话就很鲜明的一个牛仔的风格，质感很好。
一方面是这个牛仔布这种材质上，再一个呢就是体现在这个针脚上，更接近于1:6大小的那种服装啊。如果说很粗的那种针脚的话，肯定视觉效果是不好的。上面一些金属的这些配件配饰呢，精度也很不错。两侧肩膀这里是做了一个这种像扯开破坏开的这个效果的标志性的长袖。开襟这个部分啊，有一个铁丝埋在里面，很薄，而且能更加贴合它这个前胸的胸型。之前他家产品是更多用那种无痕胶和身体做一个固定，然后这次的话用了一个铁丝，进步的点啊，这个处理的不错。除此以外呢，就是靴子这个部分啊，硬质的材料，但是效果还是很不错啊。无论是褶皱还有阴影的这个刻画，包括仿皮料的那个纹理都有制作出来，而且呢是给了一对分体的替换。正常连体这个靴子呢就凸显一体性，分体的话会有一个更好的脚腕可动和接地性。然后就是手型方面，算上主体直接连接好的，一共7只，精度和皮肤的表现可以说是很仿真的那种效果啊。手指关节啊以及指甲的这个精度都很高，因为他家也是有这个定制玩具的基因嘛，所以在这个手型的设计上会在手腕更加向下做一点延伸，替换好之后结合这个袖口会进一步减少这个穿帮。重点要说的是这一枚啊发波手型啊，是把这个气功波发出去，提升它的玩法。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透明的小配件啊，这个应该叫精度还不错。后背上有一个磁吸，这里会单独搭配一个磁铁，插到这个后兜这里啊，直接吸附。最后呢，就是地台，设计的还是比较简单，类似于棋盘格的一个造型，能看到上面的精度刻画的还不错，并且是一个加重的处理啊。翻开底部有镂空的这个 Artisan。也同样具备磁吸的点位啊，这个会略靠中间一些，对应吸附就可以。这里如果说你想把这个脚再更岔开一点的话啊，就最好选择单脚吸附，然后把另一边放到磁吸以外，吸力还是很强的啊，即便单脚我觉得都能把这个稍微提起来。但是未来的话，其实可以采用就更全方位一点那种磁吸啊，底端做一个像铁板那样的话，可选的站姿和造型会更丰富一些。总结一下，我觉得这款产品还是很有个人风格的那种设计啊，把2次元2D 的东西转换成3D 的时候，加入了很多自己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关于原本形象或者角色的一个理解，更多的是放大了一些五官的特征。在设计的这个时候，没有把她当做一个小姑娘啊，是绝对把她想象成了一个御姐那种形象。虽说是经过一个3D 化的设计，但不是说把它完全变成了一个写实的拟真的那种，还是有一些动画风格在里面的。未来的话，不知道还会不会有相似类似的产品，把一些经典的造型、经典人物形象进行一个重新的解构和二创，或者说3D 化的设计。那总之还是希望能有更多有趣的人物和产品。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